雨后的沙仑农场生气蓬勃。7月初正值番鹃的繁殖季，3-5只番鹃站在喷水柱上，此起彼落。番鹃平时也是多很大，不容易看到。现在它们不太怕人，在车上拍可以近到20米左右。8哥老往草丛里钻，应该是那里有不少虫。当母鸟甩动尾巴，就表示要交配了。但是我的眼睛余光看见一只飞过来的番鹃，另外一对番鹃在交配了。一个景象让我感觉非常好奇。番鹃公鸟是先交配再给虫，这个新鲜。我们一般看到的都是先给虫再交配，或者是根本不必给虫。于是我在仔细地看番鹃的交配行为。这只母鸟很强势，抢了别人的位置。过了不久，它开始甩动尾巴，邀请公鸟上阵。公鸟是从下方上来的，可见的母鸟来抢位置，因为公鸟就在下面找虫。交配到一半，母鸟就转过头来把虫接走了。其他的鸟友也拍了不少先上后给虫的画面，所以这算是通例，但是也只能说是这里的通例。喷水柱上只能站一只番鹃，所以直接上再给虫，这合理。也许在别的环境就不一定了。话题就这么引起，我们就来说说看吧。先说一种先给再上的君子型鸟种。在我的拍摄中，这种鸟有2种，一种是利喉蜂虎，再一种是翠鸟。金门的利喉蜂虎是夏候鸟，它来的时候，金门的食物不虞匮乏。公鸟先把食物交给母鸟，母鸟俯下身去，公鸟跳上去，完成交配，感觉彬彬有礼。翠鸟也类似。不过台南竹溪的翠鸟有时候很搞笑，公鸟给鱼不爽快，彼此还在石头上拉扯，真是够了。这2种鸟会先给礼物再交配，我觉得很重要的原因是，在栖息环境中取得食物不会很困难，而且这个食物不会太大或太小，方便传递。你要是黑面琵鹭，它的繁殖地距离觅食地好几公里，捉条鱼回来，茶都凉了。你像鸭子吃水里的小杂碎，怎么给呀？我们再说一种不一定先给或后给的鸟，就是黑翅鸢。大多时候是公鸟去抓老鼠，先把头咬掉，再吃2口，才回去交给母鸟。有时候母鸟快吃完了，公鸟还会过来讨一杯羹。
然后再交配。我也看过公鸟都不动声色，先交配了再出去觅食，有时候交配了还不肯出发，母鸟气呼呼地赶。黑翅鸢算是个别差异相当大的鸟，有个性。上面讲的是不一定先给或后给，但大都会给。下面说的是不一定会给的鸟，像鸥科的鸟，例如凤头燕鸥与小燕鸥，在求偶期间会带小鱼来寻找对象，正式配对以后就不一定了。我们在拍凤头燕鸥在繁殖期的行为，送礼是不常见的，而且一踩上去交尾一次还不够，硬是不下来。我拍到一只凤头燕鸥一站上去交尾5次才下来，真是够本的了。这只麻雀更是过分，还不知道停。这只黑尾鸥站上去才在酝酿气氛，而且交配了2次还不下来，母鸟只好走开才停止。所以像鸥科这种鸟一站上去就要站很久，如果公鸟很强壮，母鸟很瘦小，那可是有的罪受了。我们最先说的是先上后给，然后是先给后上，然后是不一定先给或后给，然后是不一定给。现在要说的是不需要给。这一类的鸟很多，它们求偶有的是靠优美的歌声，有的是靠特殊的舞蹈，或者是漂亮的繁殖羽。这一类的鸟太多了，不胜枚举。鸟类的交配是由母鸟主导的，这是有优生学的考量，它可以挑选比较强壮的公鸟。配对以后，只要母鸟稍微俯身下去，公鸟立刻跳上去。像这只环颈雉跟这只灰胸秧鸡都是突如其来的交配，都吓了我一跳。但是也有霸王硬上弓的，这只公的绿头鸭死命地追着母鸭，母鸭一直在逃，母鸭身边还有公鸭，但是还是被硬上，而且不止一次。大千世界真是无奇不有啊！今天从番娟的奇特交配行为扯了这么许多，当然一个人看到的很有限，拍到的更有限，而且同一种鸟的个别差异也很大，这纯粹是个人观察的分享，不是科学的研究。谢谢您的观赏，欢迎您订阅并按下小铃铛，谢谢，下次再见。